9天剑阵一共有4重，但今日我们拍卖的只有前3重的剑阵，便是你们所看到的这3幅画卷。9天剑阵前3重拍卖底价10亿神晶，现在开始拍卖。10亿神晶，13亿，15亿，50亿神晶，50亿神晶。叔父，看这人的样子，对那9天剑阵似乎是志在必得了。势在必得？谁不是势在必得？55亿神晶，100亿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去查一下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如此的财大气粗。是。哈哈哈哈！诸位，这最后一件压轴宝物也拍卖出去了。这次拍卖会到此结束，诸位都散了吧。叔父，那人的身份我已经查到了。哦，是谁？到底是谁，我没法确定。不过可以肯定，他是虚空神殿的人，而且根据之前族内得到的一些消息判断，这人很可能是虚空神殿18位尊主之一，血刃尊主。什么？竟然是他！传闻那血刃尊主是以战刀为兵刃的，刀法异常狠辣。可是这9天剑阵只是一套剑阵，对他并没有什么用处吧？难道说是送人？可不是说这血刃尊主性格孤僻，一直都是独自一人，连好友都没几个的吗？可惜了。小师弟，到第2层的14号贵宾室来。14号？哼，看来我猜对了。小师弟，这便是我给你准备的见面礼，如何？多谢大师兄。你我师兄弟，无需这般客气。大师兄，你很早便知道这9天剑阵会在今天拍卖吗？对，从我知道有你这个小师弟之后，我便开始替你物色见面礼了。且我刚好在虚空神殿内知道这9天剑阵的存在，也知道9天剑阵会在今天拍卖，所以我老早便开始准备了。这9天剑阵无比难得，也幸好是我知情有所准备，我才能够只用100亿神晶将这9天剑阵拍到手。如果这拍卖会早点将拍卖9天剑阵的消息散播出去，肯定会吸引很多的强者到来，且那些强者都会有所准备。到那时，我想要买到这9天剑阵就难多了。对了，小师弟，我前不久听师尊说，你将下族的那位2公子给杀了。对。下族那位2公子虽然不如那位大公子妖孽，可好歹也是下族精心培养的。他一死，下族心疼得很，难怪会迁怒于师尊，迁怒于古门了。迁怒于师尊，迁怒于古门？放心吧，下族虽然愤怒，想要迁怒，可有我在，他们也不敢乱来。这件事师兄也亲自出面了？倒没有亲自出面，我只是让人给下族传了一句话，说你是我师弟，古门是我宗门所在。下族虽然是东土大唐第1霸族，向来霸道，可现在下族似乎正在谋划着什么，行事比之前要低调了很多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可不愿意仅仅只因为迁怒泄愤，而将我这位虚空神殿的尊主彻底得罪。当然，我也只能让他们不至于迁怒到古门身上，但想要下族就此罢手，不要对付师弟你，却还是不够。也就是说，今后下族依旧会想尽办法来杀你，但师尊还有古门那儿，
他们却绝技不敢动手的。这样啊，小师弟，下族手段非同寻常，一旦被他们找到你，那就真的麻烦了。所以接下来行事，务必要格外小心。我明白。好了，见面礼已经给你了，我手头上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以后遇到什么事情，尽管传讯给我便是。有劳大师兄。好家伙，这便是九天剑阵，好可怕！这剑阵竟然需要这么多神兵去组合，这些神兵自然是等级越高越好，且这些神兵最好是同一层次的，威能也相当的神兵，最好是制式神兵。这神兵倒是简单，我现在虽然没有，但我这些年完成了大量血鹰卫任务，得到了不少积分。这些积分虽然用掉了一些，但还剩下大部分，再加上我拥有的神兵，凑出一套施展剑阵的神兵来，应当不难。神兵不难，可关键是这三重剑阵本身太过玄奥了。看样子只能去神海当中参悟这第一重剑阵。这神海真是奇特呀！我之前进入过一次，原以为这次的收获不会太大了，可谁曾想这次的收获反而更大。剑心的每一步提升都非常艰难，一般的永恒境都需要花费大量岁月去慢慢提升。可是我先后进入神海2次，借助神海的奇特，倒是给我节省了不少时间呢。剑阵我已经领悟了，现在我只是欠缺神兵，欠缺施展经验。我需要永恒境层次的剑类神兵，而且还是一模一样的制式神兵。沙达，九天剑阵最可怕的便是速度跟威能，锋利的剑类神兵绝对是最实用的，而且这血天罗层次也极高。我接下来可是要去星辰雾海的，到了那个地方能不能活着出来都不知道。这些积分神经到那边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倒不如现在直接用掉来提升实力。在进入星辰雾海前，我的实力每强上1分，能够活着走出的几率也就更多1分。这剑阵不仅仅只是勉强组合，但其中一些特殊运用我依旧还没有完全理解。这九天剑阵第一重一剑无痕最可怕的就是它的速度，可由我组合施展出来，这一式剑阵速度却慢得可以，看来我得多加练习才行。组合，去！可怕！不愧是旭日剑帝跟灵道尊一同创造的最强剑阵。这九天剑阵实在太可怕了，仅仅只是第一重剑阵便足以称之为恐怖，太快了，它的速度太快了，而且威能更是极其惊人。凭我现在的能耐，全力施展这一重剑阵，永恒境当中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够挡住的，绝对大杀器，它将成为我现在最强的杀招。能够在进入星辰雾海之前掌握如此了得的杀招，那也是我的运气。说起来，我还真的是好好感谢一下大师兄。第一重剑阵已经掌握了，其他该准备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便该出发了。等着我吧，那阴阳龙凤果我绝对会帮你带回来的。好了，既然人都已经到齐，那现在就出发。我先带你们前往虚空神殿的分殿，只有虚空神殿才拥有最快到达星辰雾海的空间虫洞。那便是传说中的星辰雾海吗？我很早之前便听说过星辰雾海的大名，只是没想到我有一天竟然也会进入这星辰雾海当中闯荡。我们身上都有冷帝大人亲自布置的禁制，即便明知道这星辰雾海九死一生，我们也必须得去闯才行。那位冷帝大人的手段的确高明，他的禁制竟然对我的2大本尊都产生束缚，让我的2大本尊都进入星辰雾海内，想要留下一个都不行。三位，
马上要进入星辰雾海了。那星辰雾海当中到底存在着哪些危机，至今都没人知道。到了那里面，我们4人必须得同心协力，才能拼搏的一线生机。因此，在进入之前，大家都说说自己有些什么手段吧，这样我们配合起来也会更好。我先说吧，我擅长攻杀，而且我的枪法大多是将力量集于一体，然后瞬间爆发，所以我的爆力极强，单论攻击威能，应当比寻常的第6部顶端要强上一截。我最强的一枪，甚至可以直接秒杀第6部顶端。酒醉，你最强一枪的可怕，我跟水晶都见识过，的确具备秒杀第6部顶端的能力。我们几个当中，论攻击威能，你绝对是排在第1位的。而我最擅长的是与人缠斗，即便碰到实力比我强的，我都可以纠缠他很长一段时间。而我在这1年里，将之前做的任务所得到的积分都用掉了，用来提升自己保命的能力，所以我现在保命能力也极强。水晶，该你了。我的话，各个方面都比较平衡，唯一比较强一些的，应当便是肉身吧。我的肉身比你们应当强上不少，再加上血鹰神甲的关系，即便碰到实力比我强的，我也能够支撑许久。另外，我还有着一招可以短时间内画出2道分身的秘术，不过这2道分身只蕴含本尊不到30%的实力。雪峰，你呢？雪峰，你呢？我的话，我擅长剑术，近身厮杀能力极强，肉身速度也都不错，且我有意识类攻击手段。这意识攻击手段，若是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，即便是第6部顶端的强者，都得中招出现短暂的意识混乱。另外，我这1年新学会了一重杀招，这重杀招威能极强，我自信永恒境当中没有几个可以接下我这一招。哦，不知道剑客你那重杀招跟我最强的一枪，到底哪一个更强一些？好了，我们对各自的能耐都有了些大概的了解，该出发了。这雾海的雾颇为古怪，竟然可以阻碍我的视线。我现在肉眼仅只能看到周边1000米内范围。这雾海神秘无比，我们也不知道这边到底有什么，大家千万小心。我们现在应当进入星辰雾海内部了吧？好家伙，这里的雾气竟然浓郁了这么多。刚刚在外围区域，仅凭我的视力，好歹也能够看清楚周边1000米范围的。刚刚在外围区域，仅凭我的视力，好歹也能够看清楚周边1000米范围的。可现在所能够看清楚的区域，仅只有100米左右。我也是。酒醉，你到后面来，我走最前面。你跟着我走。有人。有人？他走过来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闯入者，杀！哼，魔龙杀！不，什么？这死！不仅攻击威能可怕，连速度也这么快。太快了，他的刀法太快了。不可能！攻击威能强横的直接一刀劈飞酒醉，速度快的连水晶都难以支持，就连他的肉身也这么强横。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是人还是兵器？雪峰，别呆了，一起上，给我创造机会！我就不信了，我最强的一枪会杀不死他。创造机会了。攻击威能、速度、防御还有刀法都无比恐怖，这家伙也太可怕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永恒境。玲珑，束缚住他。好。血影天龙杀！这便是酒醉最强的一枪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一枪你还能挡住？怎么可能？太
他只是随手一刀。闪开！赢！去！死了吗？当然是死了。我斩掉他的头颅时，顺势也想要粉碎他体内的命核，不过我发现他体内并没有命核存在。看来他并非是正常的人类永恒境武者呀。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，可他的实力当真可怕。我活了这么久，见过的永恒境强者数不胜数，实力比我强的第6部顶端永恒境我也见过。可我所见的那些永恒境强者里面，不管是谁，遇到这家伙，估计都只有抱头逃窜的份儿。攻击威能、度、防御、刀法都可怕至极，浑身上下没有丝毫弱点。这样的人，在永恒境当中，也绝对是噩梦级别的存在。幸好有血风的那重杀招在，我们才可以灭杀他。刚刚那道血影，血风，真没想到，你一个天神，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杀招。怪不得你之前敢说，在永恒境当中，没几个人能够挡住你这种杀招了。的确够可怕了，连如此逆天的人形怪物都被你直接秒杀。试问万古界的永恒境里面，谁能够在你这种杀招当中活下来啊？如果真的有，或许只有被称为万古永恒境第一的那位下族大公子了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我们刚进入这星辰雾海内部不久，便遭遇了一次可怕的一尊人形怪物，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遭遇到什么危机等着我们。我们还是尽量小心为妙吧。说的是，一开始便碰到了如此恐怖的人形怪物，说不定接下来碰到的危机会更大。走，继续出发吧。竟然被毁掉了一尊血天魔，这星辰雾海有那种特殊境制的存在，道尊以上的不可能进来，进来的只能是永恒境的小家伙。可血天魔作为永恒境的噩梦，即便是众多顶端的永恒境联手，按道理也只有被他屠戮的份儿啊。可现在竟然被毁掉了一尊，有意思。看来用不了多久，那星辰岛上便会多出一个有趣的小家伙来了。血风，你的剑术比之前似乎又提升了一些。是有些进步吧？我们4人当中，你的实力已经是最强的了，可你却还在不断进步。血风，我可真羡慕你，明明实力已经强到这般地步了，却依旧还有着极大的提升空间。像我们都已经达到了永恒境最顶端，实力几乎没什么提升的余地。想要大幅度提升，只有突破达到那传说中的道尊才有可能，可那一步却太过艰难，我们穷一生之力怕都没法跨出那一步。而你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够突破到达永恒境？快了吧？应该快了。怎么了？怎么样？看到什么了没有？暂且没有。是异兽吗？等等，马上就能看到。这竟然是异兽巢！逃，赶紧逃！天哪！怎么会这么多？这些异兽速度竟然这么快！马上就被追上了，怎么办？3位，你们之前知道自己要进入星辰雾海闯荡，肯定也都准备了一些保命手段或者底牌吧？是有些保命手段。事到如今，我们4个人要是再一同逃窜的话，那无异于绑在一起死，所以只能分散逃。至于能不能逃掉，就看各自的能耐了。分散逃。好，分散逃。事到如此，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那3位，祝你们各自好运了。好运。完了。我们4人当中，玲珑的保命能力算是不错的，速度也极快。可现在追杀他的异兽，却是那种类似于翼龙的异兽。那异兽速度奇快，
早在之前我便领略过。这是东西啊！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了，剩下的我也没办法。能逃过这一劫，或者最后能够活着离开这星辰雾海，就看他们各自的造化了。师尊给我这龙血秘术非常独特，在关键时候用来保命，真是不错呀。水晶已经死了，也不知道九罪跟玲珑能否逃掉，希望他们好运吧。从今天开始，这星辰雾海内只能靠我自己了。有人？啊，新来的啊！新来的？哎，快来！哎，有新人来了！哎，有新人来了！这都多久了？有3000年了吧？总算是又有新人到来了。上次来的那个新人，名字好像叫什么黑旗吧，实力不错。可惜太固执，一直不相信这星辰雾海是走不出的。来到咱们这岛上后没多久就离开了，现在怕已经死在那些异兽的手中了。嘿嘿，难得来个新人，这小家伙咱们得好好疼疼他呀！啊，这些人，嘿嘿，你小子长得真是俊俏啊！咱们还是老规矩，我先来吧。嘿嘿，小子，跟我正面一战，你若赢了，这岛上自然不会有人为难你；可你若输了，嘿嘿，那你就得把你身上所有的宝物全都交出来。另外，接下来1000年时间里，你要替我们端茶捶腿，轮流服侍我们。哦，服侍？这家伙，嘿嘿，开始吧！好强的力量！哎，小子，你就这点实力啊？哼，这是什么？宁，去！什么东西啊？好强！刚刚那是什么？是剑阵吗？好可怕的剑阵，竟然连石墨都抵挡不住，瞬间便被斩杀。这个新来的实力很强啊！该死的，这小子竟然这么强！怎么可能呢？新来的，既然你实力强，那就无需服侍我们了，自己该干嘛干嘛吧。这新来的实力真是了得，竟然直接击败了石墨。依我看，他的实力应当可以闯过第1层了。第1层，很有可能。看来咱们星辰岛上12天王要变成13天王了。哇，原以为来了个玩物，谁知道是块铁板。新来的，原以为你接下来会很倒霉，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会这般强，连石墨你都可以直接击杀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，这里是哪儿啊？哼，别急嘛，先认识一下，我叫千羽，你呢？血风。血风，我先跟你说下，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名字叫星辰岛，是这星辰雾海的最核心了。星辰岛？当然，与其说这里是一座岛屿，倒不如说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监狱。监狱？就是监狱。星辰雾海乃是万古界公认的第2绝地，可实际上这星辰雾海并非天然形成，而是人为创造的。人为创造？怎么可能呢？谁有那么大能耐，创造出星辰雾海？我刚到这星辰岛上，知道这星辰雾海的秘密时，也跟你一样的表情。但这的确是事实，星辰雾海是一位真正的大能者创造出来的。整个星辰雾海其实就是一座巨大无垠的法阵，这法阵阻碍了所有道尊以上的强者，以及一些分身的进入。此外，还令进入星辰雾海的众多永恒境永远也走不出去。而这法阵的最核心啊，就是这座星辰岛。这星辰雾海遍布异兽以及各种危机，而整个星辰雾海内，唯独只有这座核心的星辰岛是最安全的。那些进入星辰雾海的强者们，在星辰雾海漂泊流浪，
运气好的话，就可以来到这星辰岛了。到现在这星辰岛上一共有636人，加上你，就是637位了。636人，那么多？多吗？哼，雪峰，你可知道这星辰雾海被创造出来有多久了？多的我不敢说，上千万年肯定是有的了。而在这漫长岁月里，那些为了搜寻机缘主动进入星辰雾海闯荡的强者，以及那些被仇敌逼得走投无路，最终只能逃入这星辰雾海碰运气的强者加起来，一共有多少？数量吓死人！而这些人一旦进入星辰雾海之中，结局便只有两种，一种是运气差的，在星辰雾海内漂泊时，或碰到异兽，或是那些危机，便被直接杀死。另一种运气好些的，就是我们这些人了。经过一段时间漂泊以后，侥幸来到这星辰岛上，随后呢，永久居住下来。古往今来，进入星辰雾海的那么多强者，可能侥幸来到这星辰岛的仅仅只有600多人，这还多啊，已经很少很少了。绝大多数人早在这星辰雾海内漂泊时便被那些异兽给杀死了。我们这些运气好的侥幸来到这星辰岛上的人，虽然活了下来，可实际上也是生不如死。生不如死？雪峰，我们刚刚说了，这星辰岛上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。虽然它可以保证我们的性命，可我们待在星辰岛上却是暗无天日，几乎没有离开的可能。那么漫长的岁月，枯燥无味，暗无天日，这种日子那根本就是对人的折磨。很多人受不了这种枯燥无味，宁愿离开星辰岛去雾海当中漂泊，最终身死，也不愿意一直待在这儿。还有的人在这星辰岛被困了几百万年，他的内心早就已经彻底扭曲，甚至是疯狂了。所以这岛上大部分都是疯子。像你刚刚交战的那个石墨，听说他刚刚进入星辰岛的时候还颇为正直的，可在这星辰岛困了100万年之后，他的心性却变得疯狂了，变得无比邪恶。但凡是有新人到来，他都会出面。如果对方实力强大还好，可如果对方实力太弱的话，那这人便会遭到他们的折磨乃至摧残。毕竟这星辰岛无比特殊，在这星辰岛上是根本死不了人的，不管再怎么折磨，对方都不会死。死不了人？那我刚刚……对，你刚刚之所以没有杀死石墨，并非是因为石墨有什么特殊的手段，而是因为星辰岛的特殊。在这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禁制，但凡是有人生命受到威胁，这种禁制便会催动，保护那人的性命。这样啊。雪峰，你刚来的星辰岛，这里对你还充满新意，且这星辰岛上还有些不小的机缘，10万年内你应当不会感到枯燥无味了。可但你在这星辰岛上待个100万年或者是数百万年之后，恐怕你也会变得跟我们一样了。难道这星辰雾海就真的一点离开的可能性都没有了？倒是也有可能，如果一点可能都没有，这星辰岛上的人早就去迷雾当中送死了，谁愿意继续留在这儿过着枯燥无味生不如死的日子？不过那可能性太低太低了，即便是有也微乎其微，无法形容。从星辰雾海被创造以来，那么多仙人先后来到星辰岛，可那么多人当中却只有一个人是活着离开了星辰雾海的。有人活着离开了？他是谁啊？他叫星王，是在400万年前离开的。星王？千羽，到底要怎样才能够离开这里？想要离开这里有2种办法，第一种便是通过灵音岛主设下的考验。灵音岛主？灵音岛主是创造着星辰雾海那位大能麾下的仆人，他掌控星辰岛，而在星辰岛上有一座黑塔，黑塔当中有3层考验，只要能够闯过这3层考验，灵音岛主便会放他离去。这么简单？简单？薛峰啊，你是没有亲自体会过那3层考验的难度。现在我们岛上那么多强者，很多都是永恒境当中的巅峰存在，可你知道
在这些强者当中，闯过那第一层考验的强者有多少吗？多少？12位，仅仅12位。这12人被称之为12天王，个个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顶尖天才。且在他们12位里边，有11位都只能闯过第1层，而能闯过第2层的，仅仅只有1位。且这位也是因为闯过了第1层，有机会修习星辰岛上的秘术，实力大进，这才可以闯过第2层的。至于第3层，除了400万年前那位星王之外，再无人可以闯过去了。起来。哎，算了，我现在跟你说这么多也没有用，我还是直接带你去那黑塔，你自己去黑塔那里边尝试一下便知道了。跟我来吧。雪峰，这黑塔当中的考验是根据人的境界来划分的。这最前方的3座黑塔，分别对应的是天神、永恒境、道尊层次。你是什么境界，便进入相应的黑塔当中接受考验。竟然有对应道尊层次的黑塔，这有什么用？不是说道尊不能够进入星辰雾海的吗？你说的对，道尊是不能进入星辰雾海的。可如果是进入星辰雾海后再突破的道尊呢？你是说这星辰岛上同样也有道尊？当然有，而且不止1位。这星辰岛上一共有5位道尊，这5位道尊都是进入星辰雾海之后再突破的。不过他们就算突破了道尊，也没办法通过这黑塔的考验，同样也没办法离开。这样啊，按你说的，前3座黑塔对应的分别是天神、永恒境、道尊层次的考验，那么第4座黑塔对应的又是什么层次的考验？不知道，除了灵隐岛主之外，没人知道那第4座黑塔的考验到底针对什么层次的。我只知道星辰岛上的那5位道尊都没有资格进入那座黑塔，且灵隐岛主曾经也说过，有朝一日如果谁能够通过那第4座黑塔的考验，那么他便可以成为星辰雾海的主人，掌握星辰雾海内的一切。听说。知道就好，不管是谁来到了星辰岛，就得遵从我的规矩，没有人可以例外。你既然来到了这儿，便只有2条路可以走，要么便是跟其他人一样被永久困在这里，要么便是想办法闯过我设下的这黑塔考验。你若是闯过了考验，我不仅会让你离开，还会额外赠给你几分机缘。明白了。灵隐岛主，你应当也看得出，我只是一个天神，可是为何我没法进入这对应天神考验的黑塔啊？对，你的确只是一个天神，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。不过，你除了是天神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你是逆修。啊？怎么？很好奇我为何能够看出你的身份吗？是。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，武者每一个境界都会有一个极限，像天神就有天神的实力极限，永恒境就只有永恒境的实力极限。一位天神再如何了得，再如何变态，他的实力顶多也只能达到第5步永恒境的层次，这便是极致了。普通武者只要他的战力达到第5步，那就再没有办法提升丝毫。哪怕是他得到了一些非凡的机缘，或是一些可以提升实力的秘术，他依旧只能发挥到第5步永恒境的实力。这是茫茫天道对武者的限制，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一种人可以不受这种限制，那便是逆修。逆修者本就逆天而行，这天道限制对逆修者是没有多少用处的。而你，一个天神，可你的战力达到了哪一步，不用我说，你自己也应当清楚。是这样啊。逆修在这天地间很少很少，即便是我，当初跟随主人闯荡那么多年，也仅仅只见过2位。也幸好我见到过逆修，知晓逆修的一些特点，不然我也认不出你的身份来。灵隐岛主，我的确是逆修，不过这跟我不能进入这天神层次的黑塔
有什么关联？当然有关联。逆修者逆天而行，他们违背天地常理，实力之强远远超出普通人的理解范畴。而这些逆修往往都是可以直接越阶挑战的，所以在这天地间的强者们早就有了默契，那便是将逆修当成高一境界的修炼者去看待。也就是说，一名天神层次的逆修就要将它当成永恒境去看待，一名永恒境层次的逆修那就得将它当成道尊去看待。像你便是一名天神层次的逆修，所以我不会将你当成天神，而会将你当成一名永恒境。所以这天神层次的黑塔你没法进入，你想要去接受考验的话，只能前去永恒境层次的黑塔。其实你应当值得庆幸自己现在还只是一位天神，仅仅是天神的话，凭你现在的能耐，给你一定时间，说不定还真有可能闯过黑塔考验，离开星辰雾海。可如果你已经突破达到了永恒境，那你的考验便是对应道尊层次的。那道尊层次的考验可比永恒境层次的考验难多了，到时候你怕就跟这岛上的其他人一样，得永远被困在这里了。幸好没有突破，要不然就惨了。好了，该说的也跟你说了，接下来看你自己的了。我的时间不多，只有300年。到时候，我们这些被困在星辰岛上的，生死也都在那人一念之间了。如果那人心地好，或许便会放我们离开；可如果他生性邪恶，说不定会直接将我们杀死，或是继续困在这里。要不，便是要我们给他当打手、当奴隶，总之都有可能。哎，雪峰，你走错了，这座黑塔是针对天神的考验。针对永恒境的考验在这边呢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会用阴阳镜隐藏气息的缘故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子，别白费功夫了，这座黑塔你进去不了的。哦，见过岛主。岛主？你下去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血风。血风。你应当从千羽那里听说了我的身份，以及我这星辰岛内的规矩吧？我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，而且还得找到那阴阳龙凤果。时间紧迫，容不得我多耽搁呀。是他？小子，这血天魔便是黑塔考验当中你所要面对的对手。只要你能击败他，便算闯过这层考验。击败他？血天魔，看来我没猜错，它的确是一种战魁，只不过是经过特殊方式炼制的，所以跟普通战魁有着极大不同。之前4个人联手都奈何不了的，而现在只有我一人。不过现在的我实力比之前也要强上不少，力量还真是强得可怕呀！力量拼不过，那就靠厮杀技巧。其他方面都还勉强，关键是力量有些悬殊，只能靠9天剑阵了。赢！杀！怪不得星辰岛上那么多站在永恒境巅峰的强者，可能够闯过这一层的仅仅只有那12天王。这血天魔的确是够强。9天剑阵那是万古界的最强剑阵。我动用9天剑阵跟不动用，实力完全就是2个迥然不同的层次。又是血天魔。血风，你现在所在的是黑塔第2层。这第2层的考验跟第1层一样，你只需将你面前的这尊血天魔击败，便算通过。不过我提醒你，同样是血天魔，但你在第1层还有你之前在雾海内所遇到的，仅仅是最普通也是最低级的血天魔，而你现在所看到的却是血天魔当中的高级存在。
高级血天魔。啊！不好！太强了，同样是血天魔，可高级血天魔的实力比那低级血天魔起码要强上足足数10倍。一刀便震散了我的9天剑阵，一刀便将我手里的长剑震飞出去，随后直接灭杀我，太可怕了！我跟他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这尊高级血天魔比我现在要强得多，我想跟他抗衡的话，就得先在剑心上达到第5层。另外，对9天剑阵的掌握也必须要更加熟练才行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黑塔第2层的考验，我绝对有机会闯过。哎，旋风，怎么样了？还不错，第1层闯过去了，但是第2层却是被碾压。你闯过了第1层？哼，我们整个星辰岛之前就只有12个人能闯过第1层，再加上你，现在有13个人了。12天王也将变成13天王了。走走，我带你去星辰岛上走一圈，好好炫耀炫耀去。炫耀就不必了，千羽，我之前听你说过，这星辰岛上也有一些机缘存在的。是有些机缘，这些机缘呢也非同一般，且就因为有着这些机缘的存在，我们这些被关押在这里的人才能看到一丝离开的希望。若是没有这些机缘，光凭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想要闯过那黑塔的考验，根本不可能。这星辰岛上的机缘呢，一共有2种，分别是星辰玉璧跟9大秘术。这几大机缘，其中星辰玉璧所有人都可以拥有。像我们这些人，平日里没事的时候，都会前去那星辰玉璧下修炼。至于另外一份机缘，那星辰岛上9大最强秘术，则有着诸多限制了。那位灵阴岛主定了规矩，星辰岛的9大最强秘术，只有能闯过第1层考验的人，方才可以去修炼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那12天王才是有资格修炼这9大秘术的，而且他们也只能挑选其中1门秘术去修炼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道尊层次的强者，同样也可以挑选其中1门秘术去修炼。像星辰岛上的5大道尊，他们都有修炼1门秘术的，而且这5大道尊里边有4个人都是因为在永恒境层次看不到任何通过考验的希望，所以有机会他们便选择直接突破道尊，去修炼那些秘术，去拼一下。拼一下？雪峰，你是不知道，咱们永恒境的层次考验纵然艰难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也还有一线希望。像那12天王当中最强的那位，已经闯过第2层的天王，他距离第3层的考验已经不算太远了。可是道尊层次的考验，却比永恒境的考验还要艰难无数倍。咱们星辰岛的那5位道尊突破达到道尊，也都修炼了9大最强秘术中的1门，实力大涨。可纵然如此，他们至今都没人可以闯过第1层考验。由此你可以想象这层考验的难度了。就是因为道尊层次的考验几乎没有闯过去的希望，所以星辰岛上有一些永恒境明明已经达到突破道尊的要求了，可他们却一直刻意压制自己的境界，一直保持在永恒境的层次。压制境界？像星辰岛的12天王，据我估计，他们当中起码有10人可以突破道尊，可他们却一直压制着自己的境界，继续以永恒境的身份尝试那永恒境的考验。而5大道尊当中的4位，他们在永恒境层次时也没法闯过第1层考验，且差距还非常远。反正永恒境层次闯不过去，所以当他们达到要求后，索性便直接突破道尊，这样起码他们可以更早接触到那9大最强秘术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好了，说这些也没有什么用处，我带你去那2大机缘之地，你自己去看吧。这里便是星辰岛2大机缘之地星辰玉璧的所在了。星辰玉璧便在你所看到的这些阁楼之内，且这些星辰玉璧也是被区分开来的，有针对剑道的玉璧，有针对刀道的玉璧，有针对枪道、斧道等等方面的。像你擅长剑道，对应的自然是剑道玉璧。剑道玉璧在这里，我带你进去。雪峰，这便是星辰玉璧了。这玉璧上的图案蕴含莫大的机缘，
你别看这16幅图案，每一幅虽然都一模一样，可是你若仔细看，你便会发现，这16幅图案每一幅都迥然不同，完全是2种不同的性质。太强了！旋风，感觉如何？不可思议啊！这星辰玉璧上一共足足有16幅图案，每一幅图案呢，都是一式不可思议的剑术。这些剑术对于我们这些永恒境而言，足以花费漫长岁月去钻研了。另外，16式剑术各有不同，也分别代表着各自的方向。你若是要参悟的话，最好是选择其中一幅图案去专注参悟。明白了。这星辰玉璧啊，你以后再慢慢去钻研吧。我现在再带你去那9大最强秘术所在之地。这阁楼内呢，便有那9大秘术的修炼法门。林荫岛主早在阁楼外设置了禁止，只有闯过了黑塔第1层的人才可以进入这阁楼，所以我没办法带你进去，只能你自己进去了。那些玉简便是星辰岛的9大秘术。林荫岛主，早猜出你可以闯过第1层黑塔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现在你面前的9份玉简里面各有一门秘术，这9大秘术每一门都非同一般。用你的眼界来说的话，他们的确有资格被称之为最强秘术。这9大秘术你可以随意挑选其中一门去修炼，且星辰岛内还有些特殊之地，是专门修炼这些秘术的。你挑选了哪门秘术，便可以进入对应这门秘术的特殊之地。挑吧。大荒秘术，力量镇服类的秘术。这门秘术要是放到万古界去，绝对可以引起一片骚动。不过这门秘术对我来说却一点作用都没有。冰天雪地，领域类秘术。领域类秘术，这冰天雪地倒是不错。我若是修炼有成的话，今后不管是1对1厮杀，还是混战，都可以起到不小的作用。不过很可惜，我现在被困在星辰岛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通过那黑塔的考验。这冰天雪地虽然对我有所帮助，但却并不足以令我实力暴增啊。太阴神雷在自身体内凝聚出至强的、拥有恐怖破坏性的神雷，这神雷可以融入自身攻击当中，令自己的一招一式都携带神雷威能，从而令攻击威能暴涨。太阴神雷一共有3大层次，随着层次越高，神雷威能越强，攻击威能也越加强横。凝聚太阴神雷，融入自身攻势当中，从而使自身攻势威能暴涨，速度也会大幅提升的。林荫岛主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就修炼这门太阴神雷秘术。啊，你倒是聪明。这太阴神雷在9大秘术当中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确实是最适合你的。你现在可以直接得到这门秘术的修炼法门，不过你要切记，这门秘术你只能自己修炼，却不得交给别人。当然，你今后若是有机会离开这里，那这秘术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我管不了你。可在星辰岛上，还是我说了算。明白了。这有枚令符，凭借这枚令符，你可以随时进入太阴雷宫当中去修炼。太阴雷宫便是专门为了修炼太阴神雷准备的。多谢。好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雪峰，怎么样？还不错。那可是星辰岛上的9大最强秘术，连道尊都无比眼馋的，当然是非常了得了。好了，星辰岛上的2处机缘之地呢，我都带你走上一遭了。接下来呢，你可以自行去星辰岛上找一处无人居住的院落住下便是了。这星辰岛很大，住的地方多的是。千羽啊，你在星辰岛上待了这么久，岛上的人你应当都记得吧？你听没听说过有一个叫孔明的人？孔明道尊？道尊？千羽，你是说那孔明是星辰岛上的其中一位道尊？对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星辰岛上一共有5位道尊，其中有4位都是知道自己在永恒境不可能闯过黑塔的前提下，
才突破达到道尊的。可还有一位，那位怎么说呢？有点倒霉。他进入星辰雾海时，一开始并不知道有星辰岛的存在。他是在雾海内漂泊，被那些异兽盯上，危机之下突破的道尊。后来他来到星辰岛，知道星辰岛的规矩后，也是多次叹息。毕竟他天赋不错，若是永恒境层次的话，还是有一丝机会通过考验的。而这位道尊，便是孔明道尊了。这孔明竟然突破到道尊了。唉，还好，虽然实力突破了，但最起码他还活着。那阴阳龙凤果肯定还在他手中。薛峰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多谢。那孔明堂堂道尊，如果没有一定缘由，不可能把那阴阳龙凤果白送给我的。看来我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赶紧闯过这星辰岛上的考验。当我能够离开这星辰岛时，我再去找他讨要。按照千羽所说的，星辰岛的5大道尊还有那12天王，都因为修炼了一门秘术，从而实力暴增。这太阴神雷也足以令我实力暴涨。先去太阴雷宫，想办法将第一道太阴神雷凝聚出来再说。好家伙，我竟然要进入这片雷海当中，然后在无尽雷霆噬体下不断吸收这些雷霆的力量，从而转化凝练出自己的第一道太阴神雷来。开始吧。这便是太阴神雷。虽然只是一丝丝，距离完整的一道可以进行攻击的太阴神雷还有着巨大差距，但这最起码也是一个起始点。这么久，总算突破了。太阴神雷成。星辰岛上2年潜修，我的实力有了巨大提升。先是剑心突破达到第5层次，现在又凝聚出第一道太阴神雷来。不知道现在的我能否闯过那黑塔第2层次的考验。嘿嘿，竟然又来了个新人。上次那新人血风赶来星辰岛才2年，现在竟然又来了一个。上次那新人血风实力太强，现在更是岛上的第13位天王，咱们惹不起。但现在这个新来的应该不至于那般强横。又有新人，会不会是9岁玲珑他们？哈哈哈，看来老天对我们也不薄啊，竟然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美人。看样子接下来的时间，咱们有好日子过了。这女人，我要了。原来是天权大人啊！既然天权大人感兴趣，那这美人自然得献给天权大人您了。放心，我最多占用她1000年时间，1000年后你们想怎样就怎样。多谢天权大人。你跟我走。果然，他是我朋友，谁敢动我？是他，是血风，那个新来的。什么新来的？他现在已经是星辰岛的第13位天王了。血风，是你？玲珑，好久不见。你便是血风？是我。哼，我听说过你，来到这星辰岛不过2天，却闯过了黑塔的第1层考验，现在也是星辰岛上的第13位天王。不过单单这种程度，在我眼里却还算不得什么。我劝你还是放聪明点儿，将那女人交给我的好。我要是不交，凭你护得住她吗？新人，今日我便来教教你如何尊敬前辈。天宇说的果然没错，这12天王里面，起码有10个已经具备了突破道尊的能力，只是一直刻意压制自己的境界罢了。像这天权便是其中之一。这天权已经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，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，再加上自身又拥有众多手段，难怪他可以闯过黑塔第1层。这闯过第1层以后，还修炼了星辰岛9大最强秘术其中的一种，实力大涨。
这么快？雪峰，停下！怎么，要认输吗？认输？就凭你，还不配？我今日还有些事情等着我去做，没工夫跟你在这继续战下去。这样吧，咱们约定个时间，然后再一决胜负，如何？约战？天权，你要跟我约战？对，当然，既然是约战，那肯定是要有些彩头的，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接呀？哼，彩头？你要赌什么呀？很简单，就是你身后的那个女人，还有你身上的所有宝物。哦，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？就在3天后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而那一战，你要是输了，同样也得交出所有宝物来。